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这边呢，跟大家介绍有关于就是怎么样呢，在数位教学之中可以促进学生的学习动机，然后并引导学生就是能够过程当中持续的有着高昂的学习动机。那今天的大纲呢，主要会分成3部分。第一部分的话呢，是会先来谈谈到底什么是学习动机，那会聚焦在就是有关于数位学习这方面的一个学习动机。然后第二部分的话呢，就会来谈谈说，到底目前有哪些方法可以促进学生数位学习动机？那第3部分的话呢，我们会来谈谈，就是说，可以加强学生他在数位学习策略的教学方法有哪些？首先在就是学习动机应用在数位学习的概论的部分呢，那我们先来谈谈到底什么是动机哦。基本上呢，动机它其实是一种想法跟一种意念。那这个想法跟意念呢，会让一个人呢，就是他采取要不要去做的这样的行动，或者是放弃不要做的行动哦。那从早到晚呢，基本上动机会帮助每个人每天会做出10000个以上有意无意的决定哦。比如说要去打电动，还是要写作业，或是各位老师现在决定说要继续听下去，还是打算呢关掉电脑去做其他的事情，这都是跟你的想法跟意念有关系。那有趣的是说，在疫情以来，那很多的老师跟同学们都有线上学习的经验嘛，或者是远距教学的经验。那研究告诉我们说，学习动机基本上它是线上学习或者是远距教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先备条件。试想说，如果学生他在远距教学或者是线上学习的时候完全没有学习动机的话，其实老师会很难，因为我们离他很远，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行为跟他的想法跟他的意念。因此其实他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呢，基本上在线上学习或者是远距教学的时候，学习动机一定要有。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说，如果在学生是属于就是必须被迫的情况之下要进行线上学习，而不是他主动觉得说这个主题很有兴趣，像各位老师如果是因为主动过来这边听这个主题的话呢，基本上他就有本身的一个内在的学习动机。可是如果像很多数的学生，他都是因为要修课的要求等等的，那他要来做这样的线上的学习，那这样子，或者是在一个数位的学习当中，我们要怎么样促进学生的一个学习动机，变成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先决的条件。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讲这个主题。好，首先呢，我们先来谈谈，就是事实上动机可以大略的分成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叫做内在动机。那基本上内在动机呢，它在蛮早20世纪70年代就被社会心理学家跟教育心理学家所关注它指的是说呢，一个人他对于任务本身呢有着兴趣，然后呢来驱动，它是一种内发的驱力然后比如说当孩子因为好奇、兴趣或好玩，他想要自己努力去学习一个主题，或是从事一项活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的内在动机就形成了，完全不需要外在的推力或者是阻力等等的那基本上像这种所谓的内在的动力或者是内在的动机，是我们教学希望学生所拥有的，它是一个主动学习的一个最好的前提那基本上有了内在的动机，比如说学习的内在的动机，这个时候学生他才能够提高他的学习的毅力跟加强他的专注力。那基本上他还会认为学习本身就是一种美好的体验。相对于内在动机的话呢，外在动机指的是说他个体呢，基本上他不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兴趣或是好奇心想去做这件事，而是被行为之外的因素所影响。比如说他是因为害怕被惩罚而不去做一件事，或者是呢想要得到奖励而要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当他的行为是为了获得奖励或者是避免处罚的时候，这样的行为就受到了外在动机的影响。那常见的外在动机，比如说用金钱啦、用分数，或者是刚刚说的惩罚，那强迫也是一种。那基本上呢，我们看到很多的运动赛事在竞争整体上呢，也都是属于外在动机。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让大家想一想哈，就是说，当我们一个人呢，他在从事一项行为的时候，比如说他在不管是工作或是读书，当他预期有奖赏的意思，就是说，当他的这个行为是受到外在动机而触发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可是当他做这件事情，比如说当他在工作读书的时候，是没有预期有奖赏，就说基本上他就是比较偏向说他就是预期有奖赏而去做这件事，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这边就先让大家想想看喽。那我们现在回来哦，就是说，当我们一个人呢，他做一件事情哦，他预期有奖赏，也就是他的做事的动力是从外在驱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这边这个2×2的表格上面就填出来给大家看哦。预期有奖赏，而实际又有奖赏的时候呢，那你就会觉得，就是这样子啊，好so。那当预期有奖赏，可是实际上却没有奖赏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伴随着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说愤怒、沮丧等等的负面情绪。反之，当你做一件事情是没有预期有奖赏，可是却实际上有奖赏的时候，这时候你通常都会是正面的情绪嘛，比如说开心啊、惊喜之类的哈。那如果你没有预期有奖赏，而且实际上也没有奖赏，那你就会觉得说，大概就是这样子哦。所以从这个表格分析看起来，就是说，当一个人呢，他做事情是从外在动机驱动的时候，也就是他预期有奖赏的时候，伴随而来的情绪是比较多负面的情绪。那反之，如果是做一件事情是没有去想到外在的奖赏的时候呢，他基本上他自己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比较多正向的情绪。那当然，这个表格不是在告诉我们说要去压抑那个想法，说是预期有奖赏这个想法，因为这个是人之常情，人皆有之。但是这个只是在告诉我们说，在教学上面如果我们身为老师太常使用这个外在动机，太常让学生有奖赏而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许它不是一个长远的效果，就会第一个就是他可能学生比较容易有情绪的波动、负面的反应然后再来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讲。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就是另一种问题就是如果说外在动机放太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基本上呢，过去的研究会发现，其实这个研究是还蛮早就做，1973年的时候，一群人呢，他们让儿童做一个画图的实验。那这个时候他就有2组嘛，有一组的学生呢，基本上就是画完图之后呢，他就跟他说会给你，比如说糖果吃，所以他就是有预期奖赏组。然后另外这一组呢，他就是没有，就是单纯让学生去画图这样子结果他发现说，这些所谓的预期奖赏组的儿童当他习惯了，就是说画完图之后就有一个糖果吃的时候，反而会减低了他原来对画画的兴趣因为这些儿童呢，他基本上已经把焦点放在那个最后得到的那个报酬，而画画已经变成他本来的游戏，变成一个工作，因为工作之后会有报酬嘛那所以呢，也发现说这样子的情形，反而这一组预期奖赏组的儿童呢，他就本来对画画的内在动机反而会降低，可能会减弱这样子那所以呢，基本上这种情形出现就叫做动机偏移。那动机偏移指的是说，当一个人或是一个学生，他本来对做这件事情是有他内在的驱动力，他本来就想做的。可是如果我们在常常的给他用一些外在的奖励或者是外在的惩罚的时候，反而会让他变成动机的偏移，他的内在动机就降弱。然后再来就是说，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存在，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的行为大部分是受外在动机的驱动的时候，他会采取一种策略叫做极小极大策略。也就是说呢，他会尝试，因为他本身并没有特别想做嘛，他是为了要避免惩罚或者是得到那个奖励而做的，他当然就会采取，这是一个基本的生存策略，就是要做极小极大策略，只做最小的努力来获得最大的报酬。那这个也是要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了所以动机偏移是在告诉我们说，其实要观察，就是有的时候也许学生他本
本身对做这件事情，他就有一些内在动机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想的是怎么样去增加他的内在动机，不要太常使用外在动机，因为外在动机它很有效，可是它可能没有办法长久。然后再来呢，反过来说如果说是外在动机转化成内在动机，这样是如何呢？其实这样是还蛮不错的，就是基本上我们教学，如果老师们想要用就是奖励或是惩罚的话，基本上就是希望能够让学生把这个外在动机转化成内在动机那举例来说就是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说曾经你做一件事情是为了避免出糗而努力去做这件事情像我自己的小孩好了他平常在家呢小的时候就学一些钢琴这样，可是看起来他也没有特别有兴趣，就是老师来的时候才弹一弹这样，老师走了他就再也不练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其实他对弹钢琴这件事情呢，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内在动机。就他到了中学阶段呢，有一阵子，他们某一堂课大概是音乐课或是才艺课，老师就要求同学说，每个人要把自己的一项会的一项乐器，不会乐器就用唱歌等等的，在全班面前做表演。然后这个时候来了，他就想到说，我好像曾经会一点点钢琴，他就决定要在全班面前弹钢琴。那你看他为了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其实基本上他就在家开始练，可是可以观察到，他其实为了大概是怕出糗吧，怕在全班同学面前弹不好，就是没有办法弹完，或者也是中学生也很喜欢，大概有一点点就是在同侪面前想要表现好的这种想法。当这种想法而驱动他去做的时候，其实这个还是一种外在动机。可是呢，当我就在观察他就在那边练，忽然有一天，他就呢从头到尾呢把那首歌好好的弹完的时候，在现场呢，他就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那种成就感呢，就从他的脸上的表情，我就可以观察得出来所以基本上那个 moment 就是他原来做这件事情是为了，比如怕出糗，或者是为了要得到大家的赞赏而去做。可是当他在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内在油然而生的一种满足感，会让他就是对这件事情呢产生了以后还要想要去做的这种想法。那其实他就是从外在动机转化成内在动机那从像我自己的小孩，从那次事件之后呢，我就再也不用去担心他说，你平常有没有在练琴？他其实基本上弹琴就会变成他是一个日常生活中他本来就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像这样的例子，就是一个外在动机转化成内在动机的一个例子。那相信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教学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促进学生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内在学习动机。因为你可以想象，他如果自己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的教学基本上就成功了，就不太需要担心同学怎么不来上课之类的那这一节的小节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说呢，促进内在学习动机基本上是我们数位或者是线上学习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